看小哥有没有兴趣和我们喝一杯呀？人家是代驾，怎么能喝酒呢？晚上不用干活了。是。快看，好多豪车！那是盛隆集团的车吧？董少，可以跟我回去了吗？咱们有时间再聊。刚刚调戏了一个大佬。董少可真是大忙人啊！那你打算怎么谢我？来订单，我先走了，下次请你吃饭。臭代驾，没看见老子车停这儿吗？赶紧给老子滚蛋！这里这么多车位，为什么一定要停？老子喜欢！你个臭代驾的敢顶嘴是吧？怎么了？这么霸道啊？爸，你也不去打听打听，这是谁的地盘？我们是来谈事情的，别浪费时间了。再说这里停车位这么多，有必要为难人家吗？人家赚钱也不容易。行，既然珊珊开口，我就勉为其难的放你嘛。算你这个臭代驾的运气好，赶紧给我滚蛋，别让我再遇见你，不然见你一次打你一次。江少，您欠我们紫阳集团的5亿货款，是时候该还了吧？珊珊，不就是5个亿吗？你咱俩这关系用得着催这么紧？我好像和您没什么关系吧？我们公司现在需要这笔资金，还请您尽快还给我。珊珊，钱我肯定还给你，但是你给我喝了这一杯。对不起，我不会喝酒。这点面子都不给，你这样搞得我心情很差呀！我心情差就不想还钱。江海，你是不是太过分？你欠钱的还当大爷了？珊珊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你只要陪我喝这一杯，我立马还钱。这可是你说的。酒我也喝了，你该还钱了吧？不急，再等等。你说话不算话。再等一下，一会儿别说是钱，连你都是我的。再等一下，一会儿别说是钱，连你都是我的。我只不过是在你的酒杯里加了个春药。你混蛋，居然给我下药！刘珊珊，追了你那么久，你竟然对我爱答不理，今天晚上就让你变成最浪的母狗！我倒要看看他能不能跑出我的五指山。去，把他给我捉回来！求求你，救救我！
你个臭代驾的，敢坏我好事，我要你死！你们这群废物，连个女人都抓不住，还愣着干什么？去追啊！老子就不信这个臭代驾的电瓶车跑得过我的跑车！哎呦，姑娘，你好好休息，我得走了，我真得走了。我好热呀。怎么了？你个流氓，你对我干了什么？我什么都没干，你主动的。你个混蛋你！我说你怎么还恩将仇报呢？我昨晚救了你，你现在倒打一耙。你给我出去，我要换衣服。我凭什么出去？又不是没见过。你说什么你？没什么。这里是1万块，就当我们什么都没发生过。不许纠缠我，也不许说出去，否则我是不会放过你的。放心，你的人和你的钱我都在。好你个臭代驾的，竟然坏我好事儿！我要你死！江海，你竟然敢对我下药，我们刘家是不会放过你的。珊珊，我已经向刘家提亲了，他们也同意把你嫁给我，你迟早都是我的人。做梦，我是不会嫁给你这种人渣的。况且我已……什么？你和这臭代驾的已经上过床了？擦！去，把这臭代驾的3条腿给我打断！啊！哟，你个臭代驾的还是个练家子，很可惜你今天遇到了我。要知道，老子可是跆拳道黑带7段。找死！啊，大哥，等，我错了。还不道歉？哎，珊珊，我错了，我求求你饶了我好吧，我求求你了。要不就算了吧。卢珊珊，你是怎么回事？江少刚才给我打电话，说你不仅拒绝与江家联姻，甚至还叫人殴打江少，你好大的胆子啊！大伯，你先搞清楚状况，是江海先对我下药的，一切是他咎由自取。你这丫头别不知好歹，你马上去给江少道歉，并且乖乖的给我讲江家。不可能，我是绝对不会嫁给江海那个人渣的，何况我已经结婚了。什么？你这死人都已经结婚了？你现在立刻马上给我滚回来，把事情说清楚！我要跟谁结婚是我的自由，你管不着。那如果没什么事儿的话，我就走了。等一下，干嘛？要不我们结婚吧？你有病啊！我们刚认识，连名字都不知道。你别想太多，我说的是假结婚，什么意思？还不是江海那个混蛋向我家告状，逼着我跟他结婚。哦，所以说让我当挡箭牌。放心，我不会亏待你的，你只需要假扮1个月，等我公司的资金周转过来就可以离婚了。作为报酬，我可以给你10万块。10万？拿我当什么人？怎么嫌少啊？你干代驾1个月能挣多少钱？这不是钱的问题，这是我的尊严和名誉问题。行了，20万，不行我换人。成交。
好了，现在咱俩就是夫妻了，介绍一下，在下东伟。叫我珊珊就好了。我警告你啊，我们是假结婚，私下里别叫我老婆。而且我们各过各的，不能干预对方的生活。你以为我想？我说了对你不感兴趣。算了，先去给我领结婚证吧，然后跟我回家。回家？我可不是那么随便的人。你脑子里想些什么呢？你不跟我回家，我怎么演戏给他们看呢？我都到了，你在哪？看下课的定位呗，对，号码已经发给你。你个臭代驾的醒啊！你不是赶会走吗？我看你怎么挣开这条铁链。啊，是你个小混蛋，早知道可以再来。可惜你已经没有后悔的机会了。来人，给我拿根铁棍过来！如果你现在跪着向我求饶，我可以让你死得痛快一点。你做梦！找死！你没吃饭？后代驾啊！敢动我房？去！把贱人给我拖过来！江海，你个畜生，放开他！你放心，等我玩死刘珊珊，下一个就是你，下一个就是你。江海，你个王八蛋，你赶紧放我！贱人，老子为你付出那么多，你为什么不肯嫁给我？甚至嫁给这个臭代驾的也不肯给我。哼，我哪点比不上这个臭代驾的？你个畜生，放开他！那我就让他眼睁睁的看着我玩死你！江海，你是不是男人？欺负一个女的，有种冲我来啊！哎，你个贱人，找死！江海，你个畜生，你放开他！给我过去把他腿打断，我看他叫不叫！啊！我看谁敢动我师弟！师弟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哪里来的不长眼的家伙，敢来坏老子的好事！敢欺负我师弟，上！还是我自己来吧。我你妈！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全部给我上！废了他们！啊！我操！这臭他家也太猛了吧！东伟，你要干什么？你别过来啊！说过我让你走。东哥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，我求求你饶了我吧！给我追！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。师姐，你知道江家吗？江家在魔都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家族，以我们圣龙集团的实力，要想灭了他们还不容易。那这件事情就麻烦你了。你放心，我一定给你安排妥当。也不着急，我反而想和他慢慢玩玩。好，那我等你消息。敢欺负我师弟，这好日子怕是到了。
你说我好心救你，还打我？哎，对不起啊，董伟，我以为是江海那个混蛋呢。哎，你不是被他们绑了吗？怎么救的我啊？这区区锁链能锁得住我呀？别吹牛了，你要是真那么厉害的话，还能被他们绑了呀？到底怎么回事？就是发现你不在了，然后我就报警了。报警之后，然后就遇到他们，他就把我抓了。最后警察来了，就吓跑了呗。我就说嘛，不过你还挺聪明的，还知道报警。好，我马上回去。走，董伟，跟我回家。我先收拾房间，你在这坐一会儿。那个厕所在哪儿？珊珊，你回来啦！珊珊，等一下，帮我拿浴袍，就挂在门口。珊珊，你这手怎么变得那么粗壮了？而且好粗糙，还有些毛。你个混蛋，无耻之徒，流氓！你给我说清楚，你怎么进来的？我跟你说了800遍了，我不知道你在。你闭嘴！珊珊，快报警，把这个流氓给抓起来！瑶瑶，董伟是我带回来的。什么？你带个男人回家？因为他是我老公。什么？珊珊，你怎么能嫁给这个臭流氓？他这副穷酸样，哪里配得上你？朋友，刚才的事儿应该是个误会，董伟不是你想的那样的人。他这个混蛋、流氓、无耻之徒！哎，说谁无耻啊？你让我给你拿了衣服，我也道歉了，我也解释了。哎，你给我闭嘴！好啦好啦，你们别吵了。董伟，跟我回房间去。就一张床怎么睡啊？你不会是谢阳？我是个正直的人，如果你想，得加钱。想得美！我睡床，你睡地上。地板怎么睡这么硬？你不睡地上，难不成让我睡啊？我不管，我就睡床，谁爱睡谁睡。你这人怎么这样啊？谁爱睡谁睡，我不管。你不是想睡床上吗？那我们就晚。董伟，嗯，等下你尽量少说话，我大伯他们说话很难听的，你别被他们吵醒。放心吧，怎么着都是你的长辈，多少会给点面。我说的是你，别被他们气死。我这哟，这不是我们刘家扫把星吗？怎么，你还有脸回家啊？刘玉玲，我回不回家和你没关系吧？哟，这就是扫把星带回来的野男人，怎么还是个臭代驾？刘珊珊，你是真不挑食，这种货色你也看得上？代驾怎么了？吃你家大米了没？刘珊珊，你是真不识好歹，放着江少那种高富帅不要，偏偏看上个臭代驾。怎么，你是垃圾回收站啊？专门收一些垃圾？就进去吧，家主在里面候着呢。说，刘珊珊为什么会拒绝江少？那个江海他就是个禽兽，他不仅给我下药，还派人绑架了我。一派胡言！刘珊珊，就凭你也配让江少这么大动干戈？再说了，就算江少真的给你下药，也是你咎由自取，活该！刘玉玲，你不要太过分了。玉玲说的有错吗？啊，
你知道拒绝江家对我们刘家造成多大的损失吗？先不说货款能不能按时拿回来，少了江家的资金支持，我们紫阳集团运转不下去的呀。就是刘珊珊，我看你就是不安好心，想让紫阳集团破产是吧？江家的货款我一定会拿回来的，还有资金的事，我也会想办法解决的。哎呦，说的好轻巧哟，解决那怎么解决？靠你那个臭代驾，他就是个臭代驾。就是，那找也不知道找个好一点的结婚，找个臭代驾，你是来搞笑的吗？我要和谁结婚是我的自由，你们貌似管不着吧？你以为我们想管你的破事儿？那你别让我们刘家给你背锅啊！刘珊珊，家主已经决定将你嫁给江家，你现在马上和这个臭代驾离婚，去给江少道歉，哎，可能江少宽宏大量，允许你嫁给江家。我是绝对不会嫁给江海的。大胆！你敢违抗家族的命令？你狗叫什么啊？有完没完了？呸！你臭代驾还敢骂我们？你找死不成？你个臭代驾，这里有你说话的地方吗？你就是一个吃软饭的，才配在这大放厥词。吃软饭的是你吧？一口一个江少叫着，这么崇拜他，你是他养的狗啊？这么想加入江家，把你女儿嫁给那王八蛋？岂有此理！口出狂言！来人，给我把他弄走！好了，珊珊，家族的现状你是知道的，要是没有江家的资金支持，紫阳集团根本坚持不下去。莫非你是想看着紫阳集团破产不成？爷爷，不是这样的，请您相信我，再给我1个月的时间，我一定能让紫阳集团的资金恢复运转。1个月？你不是说1年啊？我看你就是想让我们紫阳集团破产。刘珊珊，我看你还是乖乖嫁给江少，这样不就什么事都没有了？闭嘴吧你！不就追回货款吗？有什么难的呀？哎，你个臭代驾，你讲话好大的口气！我告诉你啊，这个事情是没有那么容易办得到的。看他就是个哗众取宠的小丑吧。我不需要1个月的时间，我只需要3天就可以将货款追回来。董婉，你就少说2句吧，我本来就够闹心了，别给我添乱了。笑死我了！你这个臭代驾，不会还没睡醒，在做梦吧？你个臭代驾，好大的口气啊！哎，你们得罪了江少，还想这么短的时间把货款要回来，痴心妄想啊！不信啊，那赌一下。嘿，赌就赌3天之内，你要是要不回货款，我就打断你的一条腿！刘珊珊，你还要给我嫁到江家去！小算盘打挺好啊。嗯，那如果我赢了呢？你赢了我给你跪下舔鞋！好。不单你要给我舔鞋，你还要给珊珊道歉！狂妄！我倒要看看你们怎么样把货款拿回来。董婉，你怎么这么冲动啊？江家可不是那么好应付的，3天时间根本不够。行，我有分寸啊。你能有什么分寸？你就是个代驾。你这么在乎我，不会是喜欢我吧？怎么可能？我怎么可能喜欢你呢？我是怕你完不成，连累了我。哎呀，算了算了，不管你了。哎，没有人。应该是有人在偷听。应该是有人在偷听。干嘛？我们得装得像一点，要是被他发现我们假结婚，麻烦就大了。贴贴行，亲亲不行。你以为我想这样啊？亲亲也行。得加钱。你混蛋！哎呦我的！莹莹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不知道你们在，你们继续忙，我先走了。都怪你！这就是你想要的结果吗？记得加钱。这就是恋爱的滋味吗？想你呢？加啥呢？哎呦，这个脸和猴屁股似的。你才是猴屁股。行。董伟，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？你不会这样不太好吧？我是珊珊的老婆。董伟，你这流氓想什么呢？当然不是了，我是想让你陪我回家去吃个饭。吃饭？为什么？还不是我家里给我介绍了个相亲对象，
但我现在还没有结婚的打算。哦，所以你想让我陪你当个大前辈？对，不行，那为什么呀？你又不干嘛，就露个面就行了。我是刘珊珊的老公，我去给你假扮男朋友，传出去不好听。你放心，绝对不会告诉别人的。董伟，你就帮我这个忙吧，求你了。答应你不是不可以，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只要花钱，你全付。小气鬼，你个财迷！说什么？啊，好好好，我买单，是我买单。这还差不多。呀，你怎么穿着代驾服就过来了？这不刚跑完一单吗？行吧，行吧，你快跟我进去吧，人家在里面等着了。哎，莹莹来了。哎，不是这个服务员怎么回事啊？怎么让这个臭代驾溜进来？赶紧出去！什么臭代驾？董伟是我带过来的。今天是咱们相亲，你带个代驾过来干嘛呀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是想和我喝2杯，然后代驾的提前找好。你想多了，董伟是我男朋友。男朋友？我怎么不知道呢？怎么？我有没有男朋友？难道要告诉你？可是今天是咱们相亲呢。对呀，我带他过来就是为了告诉你我有男朋友了，这个相亲就算了。哎，这样来都来了，先把饭吃了再说。况且我也想知道，我到底输在哪？真好饿了，吃点。不知道这位兄弟在哪高兴了？我吗？这我挺明显的吧？你还真是个臭代驾呀！哎，景一啊，你怎么会看上这么棒的青年？他怎么和我比的？我可是国海世贸的经理的。周逢，你要是再对董伟吹不训，那我们就没什么好谈的了。哎，你别生气，我就是开个玩笑，开个玩笑嘛。来，服务员，点菜。我跟你说，他家的菜出了名的好吃，想吃什么随便点，我请客。那我不客气了。哎，我请莹莹吃饭关你什么事儿？要吃自己买单。哦，不好意思，我忘了，这臭代驾啊，恐怕连一道菜的钱都付不起了。谁说我付不起啊？那好啊，咱们 AA。哎，好啊，我就喜欢 AA。哎，服务员，过来，给我上一份你们这儿最贵的至尊套餐。先生，至尊套餐需要3万元一份，您确定点餐吗？确定，不就3万块吗？我经常吃的。哎，那个服务员，2份的，1份哪够吃？董伟够了，点那么多你吃得完吗？我饭量大，2个人份的没问题。再说我是 AA 也是我掏钱的，你故意来坑我。哎，好，放心。哎，来。我倒是要看看这臭代驾怎么结账的。先生，你们此次消费共计28万8千元，哪位先生买单？妈，28万8，3个套餐用得着这么贵？刚才这位先生还开了2瓶拉菲和几瓶洋酒，共计消费19万8千元。你先找人付，我们一人1半。怎么了？付钱？董伟，你故意坑我是吧？你点那么贵的酒？贵吗？这挺好喝，就喜欢这口。你好这一口你自己付钱啊？你来的时候说你付钱，想来场？你点那么贵的酒，我哪来那么多钱？我说你这个臭代驾怎么这么嚣张？原来是个吃软饭的废物。莹莹，你别管他，他要是开不了钱，就让他在这洗盘子呗。你这还有心思说话？钱凑够了吗？不就10几万吗？你以为我没钱啊？那我今天没带这么多现金，我先打个电话啊。这个没钱，那个也没钱，我看你们是来吃霸王餐的吧？泰哥，305包厢有人吃饭不给钱？谁他妈的不长眼，敢在老子的地盘上吃霸王餐？想死啊！
泰哥，您不认识我啊？我就是那个国海世贸的周恒呐，咱们两个在一块儿喝过酒。哦，小周啊，对。怎么？你吃饭不给钱不是，泰哥，不是我，是他，这个臭代驾，对，就是他，他不给钱。这臭代驾很屌啊！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，敢在盛隆集团旗下酒店乱吃白喝，你信不信我分分钟弄死你？大哥，你别着急，我现在就去凑钱。出来吃饭还要女人掏钱，你他妈是不是个男人？我最瞧不起的就是你们这种吃软饭的混蛋！泰哥，你别喝了墨迹了，直接把他抓到后厨去打工还债，欠这么多饭钱，怎么着也得打个几年工是吧？言之有理吧？我把他抓起来。哎，等，哎，师姐啊，忙什么呢？这个臭代驾的钱借到了没？您再不拿钱，我把你丢进厕所啊！您别急啊，我上道啊。我不做大哥好多年。喂，哎，叶经理，什么事？泰哥，什么情况？原来是董先生，师弟，你刚才多有得罪，没事，还请见谅。没关系。哎，坐，好。那咱这个饭钱的事儿，董先生，我忘记和您说了，您呢是咱们这个酒店的第999位幸运顾客，所以这顿饭钱嘛，免单。什么免单？泰哥，您是不是搞错了？怎么？你要教我做事不可能。泰哥啊，那我可以走了。哎，当然可以，你是董先生嘛。对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这能怎么回事？多明显啊！我们是幸运顾客，所以免单了。对，这怎么可能？我怎么感觉有点不太对劲啊？那你还想付钱？那这样，泰哥，因为一开始说好了，我们只付一半，所以明白。那我们就走吧。这边请啊，谢谢。慢走。哎，你要去哪？你饭钱还没给呢。不是，泰哥，您不是说免单吗？我和他们一起的。免单啊？你他妈觉得我是做慈善的？你吃霸王餐，泰哥，可是刚刚那个臭代驾，哎，您省事，也配合董先生相提并论。我告诉你，今天这顿饭就一份不能少，知道吧？再不交钱，少让你给我去洗厕所。打电话出去，快点！董伟，你还有心情在这喝茶？你不是说3天之内把贷款拿回来吗？着什么急呀？不是还有2天时间吗？总裁不好了，我们紫阳集团的资金被冻结了。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江海这个混蛋，不仅不把贷款还给我们，还让银行停了我们的贷款。总裁，公司股东在外面吵着要撤资。走，先去稳住他们。刘珊珊，你是怎么管理公司的？公司资金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问题？你快点给我们一个交代。各位请放心，资金问题我一定会想办法解决的。解决说的轻巧哟，那怎么解决？整整10个亿啊，就是把江家货款全拿回来，也真的不够啊！我早就说了，让刘珊珊担任集团总裁简直是胡闹。一个女人哪里能管理好公司？我建议让刘董来担任公司总裁。刘珊珊，要不然你退位让贤吧，说不定还能抢救一下公司呢。紫阳集团是我爸留给我的，我是不可能交给其他人的。
我看你就是想让公司破产。你要是不退位，我们就撤资。退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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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退资。你们吵够了没啊？一帮大老爷们对一个女人大呼小叫的，我都替你们丢人。你算什么东西？也敢管我们的事？哪里来的臭代驾？也敢在我们紫阳集团撒野？信不信我叫人把你丢出去？臭代驾，这要找你自己交出来了。江家的活法没要回来，我打断你个腿！我说你着什么急呀？不是还有2天吗？不是你这个臭代驾，10到0不了，你还敢嘴硬？爸，你闭嘴吧你！不就10个亿吗？能难倒我老婆？刘珊珊，你想清楚了，你现在选择退位下嫁给江家，紫阳集团还可以顺利的渡过难关。够了，注资就注资，10个亿是吧？多等着啊！这个臭代驾太嚣张了！哎，我倒要看看你到底能不能拿出10个亿。注资就注资，10个亿是吧？多等着啊！涂伟，你就别来添乱了。你个代驾从哪儿搞10亿来投资啊？放心，交给我吧。喂，师姐，我要给紫阳集团注资10个亿。这个臭代驾太嚣张了！哎，我倒要看看你到底能不能拿出10个亿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嗨，刚才盛隆集团向我们注资了10个亿。什么？是不是搞错了？这真是盛隆集团注资的文件，太好了，公司有救了。盛隆集团可是我们魔都最大的财团呀，我们紫阳要是能和他们合作，必然飞黄腾达呀。我不早说了让你们等着吗？现在信了吗？不会吧，这小子什么来头啊？不可能的呀，他就是个臭代驾，怎么可能让盛隆集团给他投资啊？刘董事，你之前不是向盛隆集团提交过申请吗？会不会是？你这样一讲，我就想起来了，那是因为肖总裁太忙，没有看到我的注资申请，刚刚看到就回复了，然后给我的时候正好和那个臭代驾聚在一块。哼，原来如此，我就说嘛，这个臭代驾怎么会和盛隆集团有关系？嘿，这么看来，我们还是沾了刘董事的光啊！臭代驾现在还想浑水摸鱼、痴心妄想，抢夺我的功劳。够！既然资金的问题解决了，那就没有什么好吵。资金我会想办法弄回来，现在请你们出去。好，刘珊珊，我再给你2天时间把货款要回来，要是要不回来，你就跟那个臭代驾一起滚蛋。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只是公司货款的事情。我说了多少遍了，交给我，你不用操心。我怎么能不操心啊？如今江海已经与我们撕破脸，想让他还钱更不可能。那你要是不相信，我把钱要回来。好啊，那你去要回来啊。去了。操！老子好不容易让银行冻结了紫阳集团的资金，怎么被盛隆给破坏了？老大，听说这件事与那个臭代驾有关，又是这个臭代驾3番2次的坏我好事，给他死了！喂，蔡哥，我需要你帮我弄死这个臭代驾。放心，钱不是问题，但是你得把人给我带过来，我亲自收拾。嗨哥，这么巧，是董先生啊！刚才接到一个电话，江海要出50万让我绑架你。你的意思是绑我呗？不，董先生，别和我开这个玩笑啊！嘿，我哪敢绑架您呢？我这就拒绝了。哎，不，既然他想玩，还很能玩的。董先生，您的意思是？先生，人我已经给你带。董伟，你个臭代驾的终于让我逮住了，去把他给我废了！哎，陈哥，什么情况？
说要废了谁？东伟，你不是晕了吗？开哥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咱们算上，敢绑架董先生。东伟，你敢绑架我，我爹一定不会放过你的。你不是喜欢绑架别人吗？那也让你感受一下被绑架的感觉。开哥，帮我好好招呼一下。给我打！东伟，你有种让我打个电话，我一定让我爹废了你！死到临头了，还敢威胁董先生？让他打，我想看看他怎么打。喂，爸，你快回家，他们要废了我，多带点人来，我要他们死！怕是江家会纷纷的带人来，我们要不要先让他带？师姐，敢动我儿子，一个都别放过！喊！给我来！别动命！喊！你们上吧！啊，爸，就是他们绑架的我，你得给我报仇啊！你们好大的胆子啊！跑到我江家来闹事！给我走！别动！张建华，我劝你动手之前，你看看这个机会。东伟，你现在知道怕了吧？爸，别跟他废话，把他腿打断！爸，你打错人了吧？他们不光打你，我他妈是打死你啊！爸，你到底在说什么呀？这个逆子，都怪你！我们江家的账户已经被冻结了，我们已经濒临破产了！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你自己看！那次，你得罪谁不行，你非得得罪董少！董少，都怪我江家家财无方啊！你就饶了我们江家吧，董少！爸，你这个逆子，还不给董少跪下赔礼道歉！董少，我知道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，我求求你饶了我吧！刚才是谁说要打断我的腿来着？哎呦喂，董少，我现在马上把这个逆子腿打断啊！给你赔罪，董少！哎，放了他可以，只不过……哎呦，董少，有话你就说，我保证办到，保证办到啊！刘家的货款，你把钱！刘家和江家的联姻，明天就去刘家退婚，再也不纠缠刘珊珊了。那我拭目以待了。董少，你放心，我一定改，我一定改。小孙，你看见董伟去哪儿了吗？总裁，董先生他去江家了。什么？他真去江家了？这不是胡闹吗？以江海的脾性，又怎么能轻易放过他？董伟，你没事吧？我能有什么事儿？你真是太冒失了，还好你没进去，否则江海肯定不会放过你的。谁说我没进去啊？货款的事就搞完了。你别吹牛了，你要真进去了，还能完好无损的出来啊？真没事儿啊。货款的事情我们再想办法，先跟我回家吧。走。刘珊珊，3天时间已到，货款拿回来没有啊？大伯，你也知道江家和刘家的关系，想要拿回这笔货款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刘珊珊，你还有脸提这事儿？刘家和江家的关系变差，是因为谁？刘珊珊，那你现在就要遵守你的约定，马上和那个臭代驾离婚，给我嫁到江家去。刘珊珊，那你现在就要遵守你的约定，马上和那个臭代驾离婚，给我嫁到江家去。不可能，我是绝对不会和董伟离婚的。怎么？你还要反悔？珊珊，这个赌约你也是同意了的，现在自己做不到，
难道你想做一个言而无信之人吗？哎，我还在这儿呢，就逼着我老婆改嫁，当我不存在啊？嘿，这臭代驾不在这说话，我都当你不存在了。臭代驾，那天可是你说好的，3天之内拿不回货款，我可是要打断你的腿。3天时间还没到啊，着什么急啊？江家少爷，江海盗。哎呀，江家大少爷光临寒舍，真读刘家可是蓬荜生辉啊！刘伯伯，您客气了，我这一次过来呢，问婚约的事情吧，刚才我们商量好了，珊珊马上和那个臭代驾离婚，嫁到江家去。不是的，我是来归还货款的。什么归还货款？我是来归还货款的。什么归还货款？江少，不是说好了吗？等珊珊嫁到江家去，货款再归还也不晚呐。哎，我是个言而有信之人，货款拖了那么久，是应该归还的。刘伯伯，您别说了，我这就把货款给您转过去。哎，不是，你是不是瞧不上我们家珊珊啊？哎，她嫁到江家去以后，随便你怎么对她。你别胡说。珊珊和董哥才是天生一对，我江海算是个什么东西，哪里配得上珊珊呀？不是啊，江家大少爷，你怎么了？你是魔都的青年才俊啊，他一个臭代驾的，你提鞋都配的呀！放你的屁！刘东强，你想死可别拉上我呀！我哪里能和董哥相提并论呀？董美，怎么回事？江海怎么跟变了一个人一样？谁知道呢？可能人家幡然醒悟，想做个好人。就知道开玩笑。董哥，您说的是，以前啊是我太无知、太年少了，现在我只想做个好人。珊珊，以前的事儿我求你原谅我，以后我再也不敢纠缠你了。想什么呢？人家给你道歉，回应一下呗。哦，好，谢谢董哥，谢谢董嫂，小江在这儿祝你们永结同心，百年好合。董哥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做的不错，退下了。哎，好。那现在我们该算算账了。臭代驾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江家的货款我已经追回来，按照之前的赌约，你应该跟珊珊道歉。江家货款跟你个臭代驾有什么关系？那是人家江少慷慨大度，自己还回来的。我说你父女俩真是一个德行，一样不要脸。哎，董伟，我再怎么说也是刘珊珊的大婆啊，你不能诋毁我啊！诋毁你？你以为你和江家勾结陷害公司的事情我不？爸爸，他诽谤我，他诽谤我啊！够了，东强，愿赌服输，你既然输了，就赶紧给珊珊道个歉。我怎么可能给他道歉？怎么，你想让我们刘家背上背信弃义之名吗？少啰嗦，赶紧道歉，不然我让你给我滚出刘家！好了，爸爸，你别生气好吧？来，你坐，我道歉好不好啦？刘珊珊，对不起啊，好不好？等一下，你是不是忘了跪下给我舔鞋呀？放肆！爸爸，他让我给他舔鞋。跪下！跪下！我说的是你。董伟，这个仇我算记下了，来日我将加倍奉还。随时奉陪。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大伯出丑的样子，里面看到他那张脸，黑的跟煤炭一样。这下解气了吧？不过他们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。我大伯觊觎我总裁的位置很久了，他一定还会找机会刁难我的。但这个紫阳集团是你爸一手创立的，他们有什么资格指手画脚？你爸不管吗？我爸他去世了。不好意思啊，不知道。没事，紫阳集团是我爸留给我的，我一定要把它发扬光大。董伟，要不你来我公司上班吧？去你公司上班干嘛？你干代驾能挣多少钱？你来我公司上班，给我当保镖，我给你开3倍工资。
我这个人吧，还是喜欢无拘无束。好吧。不过去也可以，就是能不能让我在床上睡？地板有点硬，腰疼。啊，开个玩笑，要是不同意就算了。啊，你可以睡到床上，但你不许乱动。来，谢谢老婆，绝对不动你。别乱喊，谁是你老婆？该死的董伟，让我受了这么大的屈辱，老子跟他没完！爸，您先别生气，我有办法让董伟和刘珊珊滚出刘家。什么办法？什么办法？最近四海集团要召开美妆发布会了，到时候各大美妆公司都会邀请明星代言人来参加，以此展览自己的产品。四海集团难道是那个魔都最大的美妆集团？若是能在这次美妆发布会中脱颖而出，就能得到四海集团的支持，将产品远销国外。还有这样的好事？哎，可这跟整刘珊珊没关系啊。爸，我认识这次美妆发布会的管理者，我们只需……好，就这么干。刘珊珊、董伟，我看你们怎么跟我斗！董伟，你看什么呢？我可什么也没看见啊！董伟，你不是应该去上班了吗？怎么还在这儿？我换工作了，你不知道吗？我现在是珊珊的保镖，要跟她一起上班啊。我可听珊珊说你最近帮乐乐开个大忙，竟然让刘家不再逼她嫁入张家。那当然，她是我老婆，我能让她嫁给别人？董伟，我想请你帮我个忙。说吧，什么事？我想让你跟我结婚。你没毛病吧，李莹啊？我是珊珊的老公啊，你再喜欢我，不能这么拔墙脚。谁喜欢你呀？你多想了。我是想让你跟我回家假结婚，然后去忽悠我爹妈，让他们别再逼我去相亲了。我说你们这些千金大户的小姐，都喜欢找这种理由吗？难道还有谁？真帮不了啊。董伟，你都已经假扮过我男朋友了，再假扮我老公也不会怎么样。我是正人君子，这种事儿做不了。董伟，你敢拒绝我？董伟，你怎么又惹玲玲生气啦？珊珊，她欺负我。好了，别生气了，他怎么欺负你？我帮你教训他。珊珊，你就让董伟假扮我老公陪我回家吧，你也不想周恒每天都纠缠我。啊，这不太好吧？董伟可不是什么正人君子，小心他慎动。不成，刘珊珊，你是不是胳膊肘往外拐？我哪不像正人君子啊？没事，我不怕，反正该看的都看完了，也不差这一点了。那好吧，我就答应你。好，谢谢珊珊，你对我真好。那董伟，你等我通知啊。总裁，这是美妆发布会的产品信息。好，产品没有问题，就按这个来发布。是。对了，代言人的档期有没有问题？我已经打电话问过了，他的经纪人说没问题，林悠悠小姐能够准时参加。那就好，先去忙吧。小孙同志，董事您好啊，这就是我们公司准备参加美妆发布会的资料吧？是的。啊，把它交给我，我来搞定它。董事是这样的，总裁说必须让我亲自去准备，以免出现纰漏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不相信我呀？我是公司董事，难不成我会害了公司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想给我了，给我！哎，刘珊珊呢？我会亲自告诉她，你去忙吧，啊，拜拜。刘珊珊，我要让你卷铺盖滚蛋！喂，林悠悠小姐吗？啊，我是刘东强啊，我们两个谈一谈代言的事情。
总裁，您悠悠小姐经纪人的电话始终打不通。什么？不是定好时间了吗？刘珊珊，怎么还有闲工夫站在这里啊？发布会不是马上就开始了吗？爸，我看他就是没等到代言人吧，那就可惜了，这么好的机会就这样浪费了。是你们搞的鬼？什么叫我们搞的鬼？你自己找不到靠谱的代言人，还赖上我们了？公司备选的艺人呢？我都打过电话了，全部都是档期满的，根本抽不出时间。刘珊珊，你是怎么办的事？错过了这次发布会，担得起这个责任吗？刘珊珊，我看你还是乖乖退位，让我爸来担任总裁，那样公司才有的救。你什么意思？幸亏我早有准备。哼哼哼哼。果然是你们干的。是我干的怎么样？刘珊珊，我已经给家族申请了，今天你要是请不来明星代言人，你就立马给我卷铺盖滚蛋！我就是找几个明星嘛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董伟，你这个臭代驾好大的口气，还随便找个明星，就凭你这个废物，还想请明星代言人？玉宁，你现在不能叫人家臭代驾了，人家现在是臭保镖。对对对，他就是吃我们刘家人软饭的废物保镖，还敢在这大放厥词。吴伟，你就别给我添乱了，发布会还有几个小时就开始了，现在上哪儿去找明星代言人啊？好了好了，珊珊，我等会儿就找一个重量级的人给你站场，好吧？放心。喂，师姐，你有没有认识什么明星艺人一类的？哎呦，臭保镖又开始装模作样了，以为打个电话也能叫明星代言人过来。该不会是什么不入流的阿猫阿狗吧？好了，你俩也别在这狗叫了，发布会还没开始，等会儿就知道了。好，我看你能耍出什么花样。刘总裁，不好了，我们公司产品出现了质量问题，许多试用的模特都发生了过敏反应。这怎么可能？啊！我的脸怎么变成这样了？这样居然有的产品用了竟然会过敏，这简直是垃圾！负责人呢？我要投诉！诸位别着急，我马上给你们一个交代。小孙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总裁，这不关我的事儿，产品是刘董事在负责。什么？不对，这不是我们之前订的产品，肯定被调包了。刘珊珊，你看看你都干了些什么破事啊？你还有脸继续当总裁啊？大伯，你也太过分了，竟然敢调包公司产品，你这是在恶意损害公司名誉。哎，你不要乱说话好不好？公司一直是你在管理，不要一出什么事都往我头上盖。哎，还有，我已经把这件事情汇报给了家族，家族已经同意辞去你的职务，把这份股权转让书给我签了，限你5分钟啊！哼。干嘛呢？喂，你还给我！我要是不签，公司的名誉就彻底毁了。不就是产品被调包了，我们换个新的不就得了吗？可是发布会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我就算现在让人过来送产品也来不及。况且，我也没有解决过敏的办法。这都是小事儿，你不用操心。这样吧，你等会儿下去跟他们解释一下，然后去宣布我们公司马上要推出的最新抗过敏产品。抗过敏产品？我们公司什么时候有过抗过敏产品？这个我自有办法，你就不用管了。去吧。那去吧，放心。好吧。嘿嘿，还好之前跟着师傅学过炼药，不就是加点料吗？小意思。搞定。珊珊，考虑的怎么样了？不好意思，大伯，我是不会把股权转让给你的。哎，刘珊珊，你个死丫头，竟敢耍我！爸，看来我们得给他一点教训。玉宁，去把主办方的负责人给我叫来。
我看他怎么样收场。刘总裁，你总算是出来了，你知道你们的产品把我们害成什么样了吗？对啊，你看我们的脸是什么样子了？今天若不给我们一个交代，这是没完。诸位，请冷静一下。经过调查，我们的产品被调包了。调包？怎么可能？就算是真的被调包了，那也是你们公司内部的问题，关我们什么事儿？今天这事儿你必须负责到底。诸位，请放心，我们公司即将推出一款抗过敏的新产品，不仅能美容养颜，而且能有效治疗过敏反应。不是吧？真的有这么神奇的产品？珊珊，这就是我们推出的新产品，诸位一试便知。王伟，这真的能有用吗？放心吧，妥妥的。刘总裁，你们好大的胆子啊！既然用劣质产品参加我们的美妆发布会，不把我们四海集团放在眼里吗？李经理，不要生气，这完全是刘珊珊一个人干的，跟我们紫阳集团没有半点关系。谁说我们的产品是劣质产品？你们是瞎了吗？你算什么东西？也敢这样和我说话？李经理，他就是个臭保镖，你别跟他一般见识。臭保镖还敢嘴硬？你去看看我们的 model， 脸都长成什么样子了？是吗？那你自己看看。这抗过敏的反应还真有效，我的过敏已经好了啊！是真的，我感觉我的皮肤比之前还要光滑嫩嫩的了。不可能啊，我明明已经换。李经理，这才是我们要参加发布会的产品。之前有人陷害我，故意用劣质产品调换了我们的产品。不过您放心，我一定会将罪魁祸首揪出来。发布会马上就要开始了，你们的代言人还没有到场。代言人正在来的路上，您稍等一下。若是你们的代言人没有及时到场，那紫阳集团发布会也没有必要参加了。哼！董伟，我们的代言人什么时候到啊？别着急，已经在路上，放心。美妆发布会现在开始，有请各大公司代言人上来介绍他们的产品。有请紫阳集团代言人吴珊珊，你们怎么回事？盛隆集团肖寒韵总裁到。肖寒韵怎么来了？她不是盛隆集团的董事长，也是魔都出了名的大美女，就算一线明星，你未必比得过她。肖总裁，您大驾光临，真是让我们美妆发布会蓬荜生辉啊！肖总裁，您今天怎么有空来我们这儿？我这次来是为紫阳集团的产品代言。什么？给紫阳集团代言？什么？给紫阳集团代言？没错，紫阳集团的负责人在哪？我要和他谈谈合作的事情。肖总裁，这位就是紫阳集团的负责人。肖总裁，我是紫阳集团的新任总裁刘东强，很高兴见到你。刘东强。我要找的是你们的新总裁刘珊珊。哦，珊珊，贾总，你搞错了吧？那你的意思是我搞错了？不敢。老婆，人找你呢，还不去？啊，肖总裁你好，我是刘珊珊。你就是刘珊珊，果然长得不错，怪不得我师弟会喜欢你。啊，您师弟是谁？没什么，我们来谈谈代言的事情。非常感谢您能在百忙之中抽空为我们紫阳集团产品代言。我之所以过来，不过是受人之托罢了。受人之托？师姐，
我说师姐，你怎么还亲自来了？不是说就找个明星就行了？怎么？难道我还比不上那些艺女？不是这个意思，你这不又麻烦你跑一趟吗？这师弟都开金口了，我这个做师姐的怎么赶不来呀？再说了，师弟，你真不打算再考虑考虑师姐？我哪一点比刘珊珊差？你看啊，我怎么敢对你下手啊？再说你也看不上我。你又没试过，你怎么知道会不成功啊？要不你试试？我这次可帮了你这么大的忙，你打算怎么谢我？师姐，我请你吃饭。好啊，那晚上8点如约酒店，这是房卡。师姐，这我可受不了。好了好了，我不逗你了，饭你就自己吃吧，我晚上还有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不是，东伟，你要出去？啊，这么晚了，你要去哪儿？平时你不问我，今天怎么了？我这不是好奇吗？你要不愿意说就算了。也没什么不愿意说的，就去买瓶酒。买酒？你不是要去如约酒店吗？你怎么知道我去如约酒店？我那天在休息室门口听到你和肖寒云的对话了。啊，我不是偷听啊，我是不小心听到的。如果我和肖寒云去约会，你吃醋了？你不会假戏真做，真喜欢上我吧？怎么可能？你就是色狼混蛋，我喜欢谁也不会喜欢你。我和他只是朋友，放心吧。林英，你有病啊！董伟，你不看看现在几点了？你还不赶紧起床，你个大懒猪！今天休息，我睡觉怎么了？你忘记今天假扮我老公陪我回家见我爸妈了吗？你快点起床！哎呀，好了，这个钱啊。董伟，你见我父母就没有好一点的衣服吗？除了代驾就是保镖服，你难道没有其他衣服吗？我就这几套衣服了。行，那就这样吧，反正现在买也来不及了。爷爷，妈，真漂亮的女儿哈。莹莹，我们又见面了。周恒，你怎么也来了？莹莹怎么说话的呢？周恒是妈妈叫来的，年轻人多聊聊，对不对？有什么误解、误会都解开了，对不对？结婚嘛，以后好好的在一起。妈，我不会和周恒结婚的。对了，我爸呢？你爸还在捣鼓他古董呢，一会儿就来了，闺女哈。哦，对了，我给你介绍个人。董伟。哟，臭代驾也来了，怎么今天没穿代驾服啊？周恒，你们认识？认识而已。这个叫什么董伟的，他就是个臭代驾啊，整天就喜欢缠着你。竟有这种事情？妈，你别听周恒乱说。董伟他是……妍妍，过来，看，这人都不是什么好人，肯定我跟你讲，对你有非分之想。妈，董伟不是这样的人。你别说话，你是我生的，我还不知道，就是太单纯，容易遭人骗。跟你说嘛，你坐好。董伟是吧？做什么工作呀？目前在紫阳公司做保镖。怎么代驾干不下去，干保镖了？你小小的保镖，还想追求我女儿？你识趣点吧，赶快离开莹莹。阿姨说的对，这个臭保镖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，什么德行？整天想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周恒，你给我说话注意一点啊！莹莹，怎么说话呢？周恒说的也没错呀，一个小小的保镖，一年能挣几个钱儿？那周恒可是世贸的经理，那年薪都上百万呢。100万年薪，
怎么上次饭钱也没拿出来呀？哎，莹莹，上次是个意外，是董伟，是他故意坑我的。董伟坑你？那董伟怎么没事儿？他运气好呀。好了好了，别吵了哈。周恒啊，让你见笑了。我们家莹莹啊都被我们惯坏了，这才这么没有礼貌哈。你要多包涵她。阿姨，没事儿啊，我不会介意。哎，对了，我还给你和叔叔准备了礼物。礼物？哎呦，周恒，你也太客气了，还送我什么礼物啊？哎呀，这个礼物可贵了，我怎么能收啊？阿姨，这也就是我一点小小的心意，请您务必收下。哎呦，好好好，妍妍，你看看人家周恒多懂事儿啊，不像有些人就喜欢当那干坐着。哎，董伟，你的礼物呢？不会是空着手来的吧？一开始也没人告诉我要带东西啊。这还用说吗？这基本的礼节问题啊。哦，我忘了，他是个乡巴佬，土包子。妍妍，这就是你的追求者，太没有眼力劲儿了吧？妈，不是，董伟这次来的太匆忙了，所以没有准备，下次的话让他补上。我要的是礼物吗？就是那份心意罢了嘛。这点礼节都不懂，将来怎么会照顾人？莹莹，你可能离这人远点啊。那我明白了，阿姨，你们就想要礼物嘛？对了，肯定留点悬念的。妈，您看，董伟还是准备礼物了。哟，这也叫礼物啊？连个包装盒都没有，土里土气的。董伟啊，你个臭保镖脸皮可是真厚啊，什么垃圾都敢送出手。这个破手链不会在地摊上花10块钱买的吧？对，这您可真说错了，他可真不是路边摊，实打实的古董啊！古董？就这个破手链也是古董？你吹牛好歹打个草稿，当别人傻子吗？董伟，你穷就算了，好歹用点心啊！拿个破手链当古董，你耍我吗？拿个破手链当古董，你耍我吗？妈，你别这么说董伟，我就觉得这手链挺好的，你不就要份心意吗？礼轻情意重嘛。礼轻情意重，也要看是什么东西。这个给狗，狗都不带。妈，你怎么这样啊？妍妍，妈妈给你说实话吧，周家向我们李家已经提亲了，妈妈已经同意了，你就和周恒选个日子，就把婚结了哈。什么？妈，我是不会和周恒结婚的。为什么？难道就是因为这个臭保镖？他有什么好的？妈，董伟其实已经是我老公，我们已经结婚了。什么？你们结婚了？我怎么不知道？什么时候的事儿？莹莹，你和我开玩笑是不是？前几天还没结婚呢。谁跟你开玩笑？就是前几天的事，我跟董伟两情相悦就结婚了。莹莹，妈妈不同意这个婚事，你简直给我糊了！你现在又是给我把婚离了？不可能，我们两个是真心相爱的，是不可能离婚的。你是要气死妈妈是不是？阿姨，您别生气，我看呀，莹莹啊，就是被这个臭保镖给蛊惑了。您坐，您坐。对，哎呦，这肯定是被那个保镖给蛊惑了。哎呦，你说你要怎么离开我女儿？阿姨，不用和他废话，直接把他赶出去就行了。一个就知道坑蒙拐骗的废物而已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北京谁坑蒙拐骗还不知道呢？哎，你个臭保镖什么意思啊？多明显，说你董伟，你可真不要脸呐！自己拿个破手链装古董，结果被人识破了，还想倒打一耙。对，董伟，
你现在还有什么脸说别人？人家周恒送的礼物比你的高档多啦。高档？阿姨啊，这是假货。你个臭保镖，不懂别胡说！这花瓶可是我朋友亲自从博物馆带出来的，怎么可能是假的？那既然你这么想玩，你就陪你玩玩，别后悔哦。来，你们看一下，真正的清代花瓶，它上面的纹路是非常自然的。这个你一看，它就是机器人工制造仿制的。果然不一样，这不会真是假的吧？胡说八道！冬梅，你别不懂装懂啊！阿姨，你可别信了，他就是个臭保镖，他怎么会懂古董？我也觉得周恒不会骗我的，他可是世贸金融的经理嘞，怎么可能会买假货？对呀，阿姨，我怎么会骗您呢？这个臭保镖自己买不起贵重的礼物，就想来诋毁我。原来如此，董伟，你太小心眼了。你们如果不信呀，咱不妨找个人鉴定一下。鉴定就鉴定，怕你不成？不过你那个破链子也得给。你不说是古董吗？我倒想看看是哪门子的古董。没问题啊。那我们就赌一场，如果我的花瓶是真的，你就立马跟莹莹离婚，然后从这儿爬出去。好啊，那如果是假的呢？不可能的事儿。哎，不过呢，我也不占你便宜啊。如果我的花瓶是假的，我从这儿爬出去，还跪下来叫你爷。哇哦，那就这么定。好，走，找鉴定师去啊。什么宝贝？让我来看看。爸，你来了。李叔，您可是古董界的大师，有您帮我们鉴定，肯定是没问题的。大师称不上，只是略有研究。李叔，您太谦虚了，那就麻烦您帮我们看看，长长脸。李叔，怎么样？这是真品吧？这个花瓶看是做的很精细，陶瓷不同时代它的工艺是不一样的，内行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个仿制品。什么？这是假的？李叔，你不是看错了吗？老李，你们仔细看看，这怎么可能会是假的？我研究古董几十年，什么是真，什么是假，难道我不知道吗？哎呀！妈，都说了这是假的，你还不信？董伟，你可真厉害，一眼就看出这是假的。那多大经理，你还有什么话想说吗？假的又怎样？周恒肯定也是被人骗了，总比有些人拿个假货来中邮中骗吧？对，董伟，你别高兴得太早。就算我这花瓶是假的，也比你那个破手链好。那你既然这么想，那就劳烦叔叔鉴定一下。董伟，我看你还有什么脸待在这儿？你说怎么样？这手链是不是假的？这不仅是古董，还是品质极佳的真品啊！什么？李叔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他一个臭代驾，他有什么古董呀？周恒，你在质疑我的专业水平吗？不是，这条手链是用千年不腐的紫金檀木做的，从上面的痕迹来看，应该有好几百年了。这应该是明朝的珍宝，价值千万。价值千万！老李，你没看错吧？哎呀，别瞎掺和了，小兄弟，这个宝贝你要收好啊，这个有很高的收藏价值。李叔，既然你这么喜欢它，和它也有缘分，那我就把它送你。送给我？这没开玩笑吧？这么珍贵的东西，我怎么能收？爸，您就收下吧，这是董伟的一番心意。没错，您就收着吧。老李，我忘给你介绍了，这个是莹莹的老公。什么？莹莹的老公？对呀，莹莹和董伟
已经结婚了，现在他就是你的女婿，女婿送你礼物，不是理所当然的吗？阿姨，你先前不是答应把莹莹嫁给我了吗？周恒，你别叫我阿姨，你拿个假货来耍我，你这是不把我们李家放在眼里吗？现在我们李家和你们周家的婚约到此结束，我们这里是李家的聚会，请你从这里出去。行，你们既然敢这样对我，都给我等着！我马上让世茂金融断了你们李家的资金链。等一下，周航，你是不是还有什么誓言没有履行？别他妈得寸进尺！我可是世茂金融的经理，信不信我找人弄死你？哦，对，周大经理，看来很快就是。哎，师姐，如果我需要让一个世茂金融的小经理滚蛋，做得到吗？好，谢谢。这是东伟，我发现你他妈是真能装啊！就凭你想让我滚蛋，你以为你是谁？喂，周恒，他他妈的竟然敢得罪董少，想找死吗？不是，你已经被世茂金融开除了。什么？立马给我收拾东西，滚蛋！东伟，你到底什么身份？你又能把周恒辞退，又拿出那么贵的手链？能有什么身份？我不就是个保镖吗？我真的很想知道，你就告诉我嘛。真想知道，请问下告诉我。东伟，你个混蛋，你去死去！喂，姑爷，您快来刘家吧，小姐她快被老爷打死了。什么？这次能与四海集团签订合作协议，对咱们刘家是一大幸事。东强啊，我没看错你啊！爷爷，我爸为了这次发布会可是花费了很多精力呢。都知道了，要不是你们这次把升龙集团的萧寒印总裁给请来了，我们紫阳集团就完了。放心，我是赏罚分明的。这次东强为我们刘家立下了汗马功劳，我会重重有赏的。啊，谢谢爸爸。卢珊珊呢？这一次他差点坏了我们的大事，赶快把他叫回家来，我要好好的教训教训他。好，我现在就去把他叫过来。爷爷，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吗？卢珊珊，你瞧你做的好事。爷爷，您都知道了，我还想晚点告诉您呢。晚点告诉我看你是想置刘家于死地吧？你的心怎么那么狠啊？还不赶快给我跪下！爷爷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呀。你这丫头还敢嘴硬，我打死你！爷爷，我做了什么？你要打我？你做错了什么还心里不清楚？要不是有东强和玉玲，紫阳集团就被你给毁了。刘玉玲，你们为什么要陷害我？刘珊珊，错了就是错了，你就包个像爷爷认个错不就行了？非要死撑着干嘛？明明是你们干的，为什么要我认错？你这个死丫头还敢嘴硬！来人，给我把她给绑起来，家法伺候。刘珊珊，你还不承认吗？爷爷，我说了，产品调包的事不是我干的，况且事情我已经成功解决了，四海集团的项目我也成功拿下了。四海集团的项目明明是东强拿下来的，和你有什么关系？你要是还不说老实话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明明是我和东伟拿下，关大伯什么事儿？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啊！给我打开！
又是那个小瘪三，你好大的胆子，赶紧给我放手！刘东强，你敢动他一下，我杀了！珊珊，你没事吧？你终于来了。放心，给我在。董伟，你他妈敢打我？你想死不成啊？刘东强，老子给你脸了是吧？敢动我的人，小心老子弄死你！董伟，既然敢在刘家闹事，你是没把我放在眼里？闭嘴！老头，你在事情没搞清楚之前就乱打人，如果你不是珊珊的爷爷，我连你一起打。什么？你居然敢打我？岂有此理！刘珊珊，你看你找的野男人，简直无法无天！刘东强，你没有资格教训我，这厚颜无耻的家伙！爸爸，你看他们两个，他们简直要造反啊！把他们两个逐出刘家！刘珊珊，你太过分了！你现在马上给我跪下来磕头认错，不然就给我滚出刘家！爷爷，你们要把珊珊赶出家门是吧？很好，那你们和四海集团的合作也别想要了。东伟，哎，你好大的口气，你个臭保镖！你想干涉我们跟四海集团的合作，可笑！你们跟四海集团的合作，你们有个屁啊！这个项目明明是珊珊自己谈成的。东强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四海集团的项目到底是谁谈成的？爸爸，你不要相信他，四海集团的项目肯定是我跟玉宁谈的呀！哎，你忘了，刘珊珊差点毁了发布会啊！东强，你是真不要脸啊！我第一次见说瞎话说的这么理直气壮的人。你给我闭嘴！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。董伟，你说这个项目是刘珊珊谈成的，你有什么证据吗？证据？要不要我把四海集团董事长请过来对质一下？笑死我了！四海集团可是魔都顶尖的富豪，哪怕是我爸都没有他的联系方式。你个臭保镖，简直痴人说梦！哎，你要是真能把四海集团的董事长叫过来，我就把我的股权全部转让给刘珊珊，我刘东强净身出户。这可是你自己说的。师姐，你找一下四海集团董事长，让他来趟刘家，我有事跟他谈。哎呀，董伟，你真能装逼啊！哎，你以为你打个电话，四海集团的董事长就能过来？哎，四海集团是你家开的？你们就等着瞧吧。家主，四海集团的李经理来了。什么？李经理来了？李经理大驾光临，真是令我们刘家心领神会啊！刘家主客气。哎，李经理，您这次来我家是为了谈合作的事情？没错，我正是为了项目合作而来。李经理，您来的正好，麻烦您告诉他们，项目到底是谁和您谈成的？李哥，这个项目不是我爸跟您谈成的吗？对，就是刘董事和我一起谈成的。什么？李经理，你怎么乱说话？明明是我和你签的合同。一是我在说谎。珊珊，你怎么跟李经理说话呢？没大没小的，赶快给李经理道歉！爷爷，他在撒谎，项目明明是我。闭嘴！刘珊珊，你说你私自调换产品，差点弄出产品事故也就算了，现在居然明目张胆的抢夺别人的功劳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哎呦，李经理，不好意思，让您见笑了。无妨，早就听说刘珊珊品性不行，居然没想到这么无耻，居然抢我们刘董事的功劳，真不要脸。李哥，今天多亏了您，晚上我一定好好谢谢您。好，那我们晚上不见不散。我今天是见识到了什么是浪费人钱。董伟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臭保镖！哎，李经理已经亲口承认了，四海集团的项目跟刘珊珊没有任何关系。哎，你还敢狡辩？你一个小小的经理就能代表四海集团了？若是我不能代表四海集团，你能代表四海集团？刘家主，
这就是你家的下人，怎么一点教养都没有？董伟，你今天太过分了，马上给我滚出刘家，要不然我让人把你们俩扔出去！我看谁敢把董伟赶出去！沈董事长，肖总裁，你们二位怎么亲自来了？刘家主啊，我这次来就是有贵人相邀啊。贵人？什么贵人啊？哦，我明白了，那一定说的是我们东强吧？嘿，东强，赶快见过沈董事长。沈董事长，不知道董事长找我有什么事情？肖总裁，他就是那位贵人。他算什么东西？他有什么资格邀请我们过来？邀请我们过来的人是董伟。什么？董伟？哎，肖总裁，您是不是搞错了？董伟就是我们家的臭保镖，他怎么能请得动二位啊？臭保镖？你们这里所有的人加起来，也比不上一个董伟。人我给你带来了。沈董少啊，哎呀，你真是年轻有为啊！您看看，董少研发的这个抗过敏产品啊，效果太好了，一经发售就火爆全网了。我们四海集团决定增加投资10个亿。什么？10个亿？不必了，沈董事长，这次叫您来是来解除合约的。取消合约？为什么？董少啊，我们四海集团有哪里做的让你不满意的啊？取消合约？为什么？因为这次贵公司的项目经理把我老婆谈成的项目归功给了刘东强。有这样的人才在，我们怎么敢跟你合作呢？李武，董事长，这事情不是这样，您听我解释。你一个小小的项目经理，居然私自替换我们的合作伙伴！董事长，董事长，误会，这全都是误会，听我解释。你好大的官瘾啊！啊，你一个小小的项目经理，居然私自替换我们的合作伙伴！啊，你想造反啊？董事长，你听我解释，听我解释，都是刘东强，他指使我的。你被开除了。沈董事长，您刚才的话什么意思啊？难道四海集团项目真是刘珊珊谈下来的？因为刘珊珊小姐、董少邀请肖总裁来担任产品的代言人，我们才和你们刘家合作。没想到啊，你们这样的无耻、卑鄙！你听清楚，和你们刘家的合作到此为止。沈董事长，不要啊！沈董事长，误会啊！我也是听信了谗言，才错怪了珊珊和董伟他们啊！少废话！我们四海集团和你们刘家的合作结束了。肖总裁，你也是我们的合作伙伴，您就帮我们求求沈董事长吧。求情，我看就不必了。我告诉你们，现在不只是四海集团，我们盛隆集团也要终止合作，并且撤资。你也要撤资？那我们刘家就破产了。哎呦，珊珊哎，你就帮我向两位解释一下吧。你不是要赶我出门吗？我怎么解释？刘珊珊，你怎么这么小心眼啊？我是跟你开玩笑的。开玩笑，刚才你可不是这样说的，现在后悔了。我们走。
一个小小刘家，也敢得罪董少，你们就准备倒闭吧！爸爸，哎，爸爸，爸爸，爷爷，你没事吧，爸爸？沈董事长、肖总裁，今天真是谢谢你们了，要不然真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不用谢我，要谢啊就谢肖总裁，他带我来的。今天要不是董伟给我打电话，我也不会过来。师弟，这次我帮了你这么大的忙，你打算怎么谢我？不用靠这个借我时间。怎么了？怕你的小宝贝吃醋吗？要是董事长不是在。师弟，别忘了你答应我的事儿。什么事儿啊？要不啊！哇！珊珊，你等等我呀，我还没上车呢。这40多公里，我怎么回去啊？生气了？我真和他没什么，你听我解释呀。那你解释吧，我看看你要解释什么。我没做错，我解释什么呀？解释什么？你和肖寒月到底什么关系？我和他什么关系也没有啊。没关系，我看你们两个都快粘在一起了，还说没什么，难不成非要亲在一起吗？他是故意的，他故意让你吃醋。你真吃醋了？怎么可能？我怎么可能？我们就是假结婚。珊珊，那也就是说，你是为了不跟江海结婚，所以和东伟假结婚？莹莹，我不是故意要骗你的。不是说董伟现在没有女朋友？董伟，我喜欢你，你当我男朋友吧？啊？林莹莹，你开玩笑吧？我没有开玩笑，我喜欢你。莹莹，时候不早了，别闹了，该睡觉了。珊珊，你和董伟是假结婚，又没有领证，那我为什么不能喜欢董伟？董伟他不适合你，他就是个混蛋、色狼、无赖。哎，别乱说话，谁混蛋？小心我告你诽谤。反正你又不喜欢董伟，你还不如把他让给我，难不成你也爱上董伟了？怎么可能？我怎么能喜欢这个混蛋？我是担心你被他骗了。你没有喜欢他就行，我不怕被骗。看我干嘛呀？我说过，小爷我吃香的很，身边女孩一大堆，叫你不珍惜。董伟，你可真不要脸！我不管你，爱怎么办怎么办。哎，别说话，不许爱小孩。你说谁小孩呢？董伟，你混蛋！求求你，救救我！敢动他一下，我杀了你！董伟，我喜欢你，你当我男朋友吧。我怎么老是想起董伟那个混蛋？不行！哎，你还回来干嘛？我回来我去哪儿啊？再说了，合约还没到期，你想白嫖，赔钱啊！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你和莹莹。哼，以为我答应他了？放心，我不喜欢小的，喜欢大的。大的？什么大的？流氓！爸爸，爸爸，你没事吧？爸爸，爸爸。东强，我刚才好像做了个梦，我梦见了东集团和四海集团给我们解除了合约。爸爸，那不是做梦，那是真的。这是真的。对了，都怪刘珊珊和董伟，要不然人家怎么可能跟我们解约嘛？哎呀，都怪你这个废物！要不是你跟珊珊去争夺功劳，我们刘家何至于此啊！
你们两个马上去向珊珊和董伟道歉，取得他们原谅，不然我永远不原谅你们两个。哎呀，爸爸，我怎么可能跟他们道歉嘛？哎呦，你这个逆子啊！你难道真的想看着刘家破产吗？哎呀，您别生气了，我去了不行吗？你们来干什么？珊珊，我是专门来给你道歉的。现在只要道歉了，早干嘛去了？董伟，你不要给脸不要脸，我们都亲自过来道歉了，你们还想怎样？这就是你们道歉的态度？董伟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哎，老爷子呢？老爷子怎么不来道歉？你好大的胆子！你要老爷子亲自给你道歉？他不来的话，那别谈了。哎，你想赶我走？那怎么还想让我丢你出去？好啊，董伟，你给我等着瞧！走，玉宁，走。怎么样？珊珊他们答应你们道歉了吗？哎，爸爸，那个刘珊珊太过分了，她要你亲自去道歉呢。什么？让我去给他们道歉？爷爷，您看刘珊珊简直是要反了天了！您可是我们刘家的家主，怎么可能去给那个贱人道歉？哎，爸爸，我想清楚了，你让我当紫阳集团的总经理，把他们逐出刘家，我就不信少了2个集团，我们还能破产？哎呀，你这个废物，连我撒泡尿照照你自己！就你那德行，还想管理公司？哼！你马上带我去找珊珊。不是，爸爸，你真的要去给他们道歉？我要不去的话，刘家就彻底完了。我不能让刘家的基业毁在我的手上啊！董伟，我们真的要对付刘家吗？怎么了？紫阳集团毕竟是我爸一手创办的，我不想他因此受到牵连。放心吧，我就吓唬吓唬他们，要不他们真的以为咱们好欺负呢。那就好。哎，怎么刘东强，打电话干嘛呀？前几天不是挺嚣张的吗？后悔了？哦，我们不在家，要不这样过几天吧。别逼逼了，我们等会儿回去。大伯他们带着爷爷来我们家了，那我们赶紧走吧。着什么急呀？以他们的个性啊，绝对不会乖乖在那儿等的。所以说，等咱们回去之后，再联系他就可以了。那好吧。走吧。啊，好的，再见。哎，董伟他怎么说？啊，他们说等一下再回来。爸爸，要不我们先回去吧，等他们回来了以后我们再过来。我们就在这儿等，要是耽误了时间，就来不及了。爷爷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哎呀，董伟，你个臭保镖，你不是说很快回来吗？哦，我是说回来，但没说准确时间，可能您理解错了。耍我们在这里等了一天，腿都等麻了。您这是来吵架的吧？那要吵架的话，您请回呗。进去再说吧。走吧。爷爷，你们找我干嘛？我们是来给你们俩道歉的。之前的事儿啊，是爷爷不对，我不应该在没弄清楚情况下就错怪你。爷爷给你道歉。爷爷，珊珊啊，你赶快向2大集团公司求求情，让他们别再针对咱们刘家了。就算爷爷求你了。老爷子，有些事情啊，不光是嘴上说说就可以解决的。哎，董伟，你什么意思啊？看来您是忘了，您自己说过，只要我把四海集团的董事长请来，您就把所有的股份都给珊珊。看来您是忘了，您自己说过，只要我把四海集团的董事长请来，您就把所有的股份都给珊珊。你让我把股权转让给刘珊珊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你看看啊，我这还没说什么呢，又要反悔是不是？看来我只能给四海集团董事长打个电话了。爸爸，你看他太放肆了，不能这么干！你给我闭嘴！这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，还有脸怪别人？你赶快把你的股份转给珊珊，不然你就给我滚出刘家！我给还有什么？那先别着急，
咱们先把合同。东伟，你威胁我？怎么敢？我是不急，就不知道刘家能撑多久。签字。东伟啊，这总行了吧？你赶快通知2大集团停止封杀刘家吧。爷爷，珊珊是我的老婆，这个产业也是她的，我怎么会派人封杀自己家的集团？况且，除了四海集团，包括盛农集团也会继续跟刘家合作的。哦，那就好。东伟啊，我过去真是小看你了。现在看来啊，把刘家交给你们俩手上，也不是件坏事啊。爸，你真就这样把股份给交出去了？那以后根本就没有我们刘家的一席之地。不可能，绝对不会放弃。那你打算怎么做？我倒有办法，玉玲啊，就是要你牺牲一下了。什么办法？爸，这样不好吧？玉玲啊，这是为了你将来的幸福呀！一旦整垮东伟，失去的双倍拿回来。好，爸，我答应你。刘玉玲啊，我记得没邀请过你啊。况且，你也不是这样的人。东伟，人家是来跟你道歉的，先前是我有眼无珠，冒犯了你，求求你原谅我吧，千万不要跟我一般见识。这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，长舌妇会道歉，稀奇啊！东伟，你可真会开玩笑，求求你原谅我吧，我是真的知道错了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想请你吃顿饭，就我们2个人，好好跟你道个歉。那行，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。那我们晚上不见不散哦。东伟，看你怎么逃出我的手掌心。刘玉玲，你刚刚说什么？没什么，东伟。东伟，这杯酒我敬你，就当是我给你赔礼道歉了。酒先不着急喝了，你说吧，今天找我有什么事？我能有什么事儿啊？我就是单纯的想跟你道个歉。来，我们喝一杯吧。你不会下药了吧？东伟，你真会开玩笑，我怎么可能给你下药呢？也是啊，开玩笑。来，爸，人我已经搞定了，马上把他带过来。这家伙怎么那么沉？累死老娘！东伟，你就等着身败名裂吧。在干嘛呢？东伟，你怎么醒了？我不是让你下药了吗？想说这个。我以为你喝醉了，所以带你过来休息呢。行，那谢谢了，没事我就走了。东伟，我只想和你在一起。怎么了？难道是我身材不够好吗？好不好？我现在可看不见。原来你喜欢玩这个，让我满足你。好看是挺好看的，可惜太脏了。东伟，你什么意思？就是不太喜欢脏的东西。
董伟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你强奸我女儿！哎呦呦呦呦，刘玉玲，我就说你怎么这么好心给我道歉呢？原来是陷害我呀！我陷害你，你算什么东西？我凭什么陷害你啊？爸，董伟他就是想强奸我，你看他把我衣服都给扒了，你一定要替我报仇！别乱说，衣服是你自己脱的。你他妈还敢嘴硬，老子亲眼都看到了，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？来人，给我打这个畜生！哎，干嘛呀？人多欺负人少是吧？董伟，我劝你束手就擒，免受皮肉之苦。你以为就这几个小瘪三能拿下我的？来人，给我使劲打！你以为就这几个小瘪三能拿下我呀？来人，给我使劲打！别打！我就说这几个小瘪三打不过我，下次多叫点。哎，你别过来！你不是打我的！说你太松了吧，我还没动手呢。玉玲，这相机我就拿走了。如果你还想做点什么，我不介意将你做东西让所有人看看。董伟，你这个混蛋，我一定要杀了你！爷爷，这些人哪来的？这些人不都是你请来的吗？我请来的。珊珊啊，这些人可都是魔都各行各业的精英啊！嘿嘿，看来我把刘家交给你啊，那真是个正确的选择啊！我不认识他们吗？你不认识他们？那这些人是谁请来的？我找来的，老爷子。董伟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没怎么回事，我老婆主管刘家，那请些朋友来聚一聚，热闹热闹嘛。哎呦，那请的人也太多了。多吗？这还有好多没来的呢。行，老爷子您待着啊，珊珊陪我。哎，刘总啊，哎呀，恭喜恭喜啊！沈董事长，您客气。哎嘿嘿嘿。恭喜恭喜恭喜！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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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呀呀，哈哈，后生可畏了，恭喜恭喜啦！你别请，你别请，哈哈！珊珊，这些人都是董伟请来的吗？他们可都是各界的名人大佬啊！他到底是什么身份啊？我也不知道呀。董伟，你给我过来！怎么了？董伟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你从哪找这么多人？我就群发了条消息，就全来了。没想到这么配合呀！发条消息就来这么多大人物，你到底认识多少人啊？我没认识多少，他们加我的呀。魔都的近90%大人物你都认识，你到底是什么来历呀？我能什么来历？美女总裁的贴身保镖呗。董伟，嗯，从现在开始，你不再是我的贴身保镖了，我们的合同也到此终止。不是，爷，我俩是？不是，我是哪做错了，还是哪让你不开心了？傻子，我的意思是，我要和你结婚。